在你们眼里，觉得像我这种普通的人根本就不配和你们这种社会精英站在一起。你知道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知道你没有，但是他有。他以为自己成功了就可以看不起别人吗？你之前在感情上犯过一次错误，我不希望你再跟别人犯同样的错误。如果你想再找，你至少找一个比我强一点的，行吗？那小子算什么东西啊？你到底喜欢他什么？那照这个逻辑，比他更成功的人就可以鄙视他吗？狭隘。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我绝对不会跟他一样。你之前对我跟我的朋友生活指手画脚，现在你朋友这样说我抱怨几句怎么了？啊？你想怎么陪他玩都行，那是你的事儿，但是你不应该把他带到今天这个场合来。你是想让我们所有人陪着你跟他一起玩是吗？来。其实我觉得咱们俩啊，有个地方挺像的，都是守着金矿，还能被饿死。什么意思？之前我在飞扬的时候啊，有很多媒体什么的暗中找过我，让我给他们点消息，我没答应啊。结果呢，我不说，自然有人说，到最后，钱没捞着，连个孩儿也没落下。我现在真想送我自己一个字：傻。有钱都不知道怎么赚。我告诉你老弟，有的时候赚钱并不难，2万块钱不就一句话的事儿吗？所以呢，听过来人一句劝啊，以后遇到这种事儿，千万别死心眼儿。在这个社会上，把钱拿到手上，那才是最实在的。对了，泰国那个事儿爆出来之后，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吧？据我所知，负责小丽市公关团队应该是 DR 了吧？到现在他们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哎，别提 DR 了，一句话就把啤酒踢回来了，说是让我们查一下泰国出问题那批奶粉和国内奶粉的批次，好证明国内在售的奶粉和泰国出问题的批次不同。他们说的倒轻松，我们就得跑断腿，真是说话不腰疼。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原谅我，我不知道你见不见我，我只能在这等你啊。你什么时候来的？我中午就到了。你不上班了？我不上班了。如果我今天见不到你，我就明天再来，直到见到你为止。我就是想要见你。我知道你还在生我气，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发信息也不回。但你知不知道，这些天我没有一天睡过一次好觉。我只要一闭上眼睛，满脑袋都是你。我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我只知道，如果我见不到你，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什么都干不了。是，我跟个傻子一样，我就是一个会敲代码的机器人。我不懂得照顾你的感受，我不会哄你开心。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我就是想要见你。以后不要这样了。以后不会这样了。我不会强迫你去参加我和我朋友的聚会，我也不会去参加那些聚会。你说的那些坏习惯我都会改，都听你的。但是只有一点，我求你，
别不理我，好吗？好点了吗？我写的声明你看了吗？怎么样啊？这个你就别管了。你现在感冒了，你要做的就是吃药，然后回家休息，剩下的有我盯着呢。那怎么能行啊？你们都在加班，我可不能回去偷懒。我一个人拼命就够了，我不能再把我的女朋友给搭进去。烧不烧？哎呀，不烧，没事，你别管我了。对不起，打扰了。啊，飞扬那边是不是有消息了？是的，调查结果出来了，泰国有问题的奶粉都是同一批次的，而国内在售的产品里并没有这一批次的产品，也就是说，国内在售的产品跟泰国有问题的没关系。安迪说，明天一上班，质检部门就会出报告。你写的声明可以发了。洗好了。你的衣服也洗好了，正在烘干呢。我给你拿一件浴袍。你个子太高了，不知道这件衣服能不能穿。饿坏了吧？赶快吃，吃完了早点回家。我家离你住的地方还真的挺远的，今晚要早点休息，不耽误明天上班。丁北挺重视你的，咱们得对得起人家。这几个菜就是我的拿手好菜了。上一次做是什么时候我都不记得。鸡蛋西红柿挺好吃的，那个排骨玉米汤。我今天晚上能不能住在这儿？我今天晚上想住在这儿。这些90后怎么都这么任性啊？身体
体不舒服了，情绪不好了，说不上班就不上班呢，那怎么行？赶快吃饭，吃完饭就回家。听话，听话，赶快吃饭，赶快吃饭。我再去给你拿点泡菜。我们的官方声明已经说得很清楚，国内在售的所有小粒式奶粉，跟泰国有问题的那一批，既不是同一批次，又不在同一条生产线，而且最新的质检报告已经证明了我们国内在售的所有小粒式奶粉没有任何问题。那为什么现在的评论跟转发量，跟之前的负面新闻相比相差这么远？这是正常的。大众对负面消息的传播热情永远比正面消息的要高。不过没关系，这篇声明最重要的就是陈述事实和安定人心。而且我们已经联系了微博大 V 和其他媒体，今天陆续就会有第一波转发宣传，到时候热度自然就会上去。其实客服部那边已经有了反应，声明发出以后，热线电话的数量明显有所减少，门店和卖场也反馈，终端销售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你们辛苦了。应该的。不过魏哲还是建议我们不要松懈，24小时的热线电话至少要保留1周。另外，我们将继续进行预警监控。可以。不过，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想办法，尽快的解决这件事儿。所以，我想要把广告的拍摄提前，尽快的拍完，尽快的发出去，用广告的公式消除所有的负面影响。OK， 没问题。广告的脚本都是现成的，等一下我就去约帮你签新的合同，争取在1、2天内完成拍摄。不过，还是确定只拍邦尼单人的，对吗？对。这里边有30万，是你下一步的活动经费。这笔钱是我向智慧新特别申请的。吴总对你上一次的表现非常满，他说了，只要你能搞垮小力士，钱不是问题。一旦事情办成，小力士一倒，智慧星的市场份额至少增加20%，相应的，你们从智慧星拿到的公关费也会增加。这30万，恐怕还不及明世拿到的9牛1毛呢吧？你说的没错，但是这是建立在你真的能够搞垮小力士的基础上。不管做什么，前期的成本还是要控制。当然，你要什么，或者是你要多少钱，都可以向我说。在这件事情上，我是不会省钱的。但是，每一笔钱花到哪儿，你得告诉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当然不过分了，非常合理。您放心，袁总，我从明世拿走的每1分钱花到哪儿，我一定向你详细汇报。你到现在都没说，事成了之后，你到底要多少？这个只能说明，要么你准备狮子大开口，要么你就是有比钱还要重要的目标。说实话，钱呢，我是缺，但是我更缺一个重新在这行立足的机会。我听说沈英杰辞职了，是吧？客户总监的位置应该还空着呢吧？你是想替代沈英杰？我知道你怎么想的，袁总。军来家选的事儿，栽了就栽了，我认。但是，不代表我能力有问题。
袁总也非常清楚，什么样的人能给你和明世带来利益。我要是不同意呢？这件事情的主动权在我手里的，我随时可以把这个项目叫停，或者找人替代。您别忘了，袁总，这个计划可是我制定的，我想毁了它，也很容易。你是在威胁我？威胁还是劝告，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不错，你这个程度，有资格当我明世的客户总监。我答应你，只要你能搞垮了小力士，明世的客户总监就是你的。谢袁总。帮你早。早安，艾米。是舒总叫我过来的。舒总有交代，他在办公室等您。谢谢。江总，帮你来了，在抒情那签约呢。关我什么事儿？别这样，毕竟是你最好的闺蜜，大气点。哎呀，真是好久没这么舒坦了。这2天可把我累坏了。干得这么辛苦，有没有想过要换一份工作？怎么没想啊？可哪那么容易啊？弄不好还不如现在呢。要不跟我一起干，怎么样？跟你？你不是自己都没工作吗？我跟明世公关谈的差不多了，可能不久就会去那边当客户总监。你要是来的话，你还当年的项目经理，怎么样？你说这真的？骗你干嘛呀？哎呀，凯哥，我就说你这人够意思，这会儿还想着我。咱们在飞扬一起共事，那到了明世，我也得需要自己人啊，对吧？行，只要你一声招呼，我马上过来。但是在入明世之前，他们让我办件事儿。什么事儿？打倒小力士。我听抒情说，广告拍得很不错，表现得很专业，恭喜啊！是不是应该请我吃个饭什么的呀？可以啊，上海的餐厅随你挑。哟，财大气粗啊！有钱的感觉就是好。对不起啊，那天我脾气不太好，就当我吃错药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那天胡说八道了些什么，你别往心里去啊。但是达林，你真的要相信我，我跟薛毅就只是单纯的老板和代言人的关系。我也请你相信我，我是真的觉得林肯是个好男人，不想你失去他。你这是爱屋及乌吧？这跟魏哲在一起才几天呀，林肯都成你亲弟弟啦，不行吗？我问你啊，那要是有一天我跟林肯吵架了，你到底帮谁啊？谁有理我帮谁啊？好你个江达林，我跟你闺蜜这么多年，你居然说这种话！
色情友。我才不要你当我闺蜜呢。我等着你叫我一声嫂子。孔阳，你在飞扬干5年了，你想想啊，你现在随便去一家公司面试，你的简历上只能写市场专员，没有任何人知道你是为什么降职。谁混到简历一看，说，哎，这个人干了5年了，怎么还干最底层的活啊？会认为你的能力有问题。我想，这个也是你不愿意离开飞扬的原因吧？因为你现在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我说的没错吧？两位请慢用。而且我听说，你们俩结婚买房的首付，还是双方父母凑的。孔阳，你还要还贷款，结了婚之后用钱地方多了，你想过怎么办吗？不瞒你说，最近因为结婚用钱的事儿，我跟我女朋友没少吵架。你说我一个大男人，连个婚都结不起。所以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干。你说咱们哥俩差哪儿啊？论学历，论能力，你不知道比那些大老板强多少倍。一个人一定有胆量，有野心，这样才能出人头地。你要是没胆量、没野心的话，一辈子挨穷挨饿，活该，谁也别怨。既然今天说到这儿了，我就跟你交个底儿。我已经想好怎么对付小律师，而且准备了重磅炸弹，不超过3天，小律师肯定出大事儿。说白了，这个事儿我不找你，找别人一样干。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踏实办事儿的人。孔阳，咱们哥俩干票大的，然后一起进明室，多好！这是20万，只要你答应，这个定金就给你。放心，孔阳，跟着我好好干，这些钱，保证你以后都看不上。什么都别说了，我干。今天摄影师广告拍摄，妆面会比之前更浓一些，你看看这样满意吗？挺好的。好。哎，以后啊，上妆之前先用 UFO 按摩90秒，这样妆面会更服帖。啊，怪不得，效果不错啊。对的。来，薛总好，先出去了。薛总好。你跟我倒是越来越客气啊。你现在是我老板，我客气是应该的呀。你就不想问问我，为什么拿掉蒋南希，只剩你一个人代言吗？我想问来着，不过后来我想通了。想通什么了？无论从广告投放的效果，还是直播的销售转化率，我都明显比蒋南希更好呀。蒋南希呢，虽然有名气、有地位，但我好歹也是有几百万粉丝的人，而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的代言费应该比他低很多吧？也就是说，我的性价比更高。你不选我选谁啊？你倒挺有自信的。我要是连这点自信都没有的话，我就不报名了。不过我好奇的是，你为什么会对我有信心啊？想听实话吗？当然。与其说我是对你有信心，不如说我是对新媒体传播方式有信心。就像你说的，你的代言费跟蒋南希的相比就是9牛1毛。对我来说，既然试错成本很低，何乐而不为啊？真是夸我一句会死啊！哎，对了，前几天泰国那边的事情对国内产品真没影响吗？
你这么问，是关心自己的代言产品呢，还是关心我呀？马上通知 DL 的人到公司开会。我这边有事，你好好拍。前几日，小力士奶粉公布了一份质检报告，意在证明国内在售批次的奶粉不含大肠杆菌，请大家放心食用。但细心的人会发现，这份报告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营养成分和有害物质的检测数据，唯独没有一项奶粉中雌激素含量有多少。这简直就是无理取闹！雌激素并不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里规定的常规检测项目。我们这次做检测是为了证明我们奶粉当中不含大肠杆菌。我没事查雌激素干什么呀？但是大众并不了解具体的法规。这篇微博，无论是从标题再到内容，都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刚发出来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有大量的网友在转发。所以我跟魏哲商量，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应当立刻去做一个雌激素的检验，将结果公布于众。好的，明白，我去办。还有，这一次光公布结果，恐怕是不够了。我们还想再联系几个专家，帮着小力士一起背书，彻底堵住有些人想拿雌激素做文章的口子。这个好办，我们之前有合作的一些专家，我到时候联系好了可以告诉你。好的。反正不管怎样，我希望这件事情尽快的解决。总部那边已经同意我们抢占3、4线城市市场的计划，我不希望在这个时候横生枝节。徐总放心，我们 DL 不会让你失望的。你现在帮我做件事儿。罗伊斯，小力士奶粉中雌激素含量的检测报告出来了，赶紧去收集一下国际上几个大品牌奶粉中雌激素含量的数据，做一个对比表格给我。明白。安东，把3位专家的情况介绍一下。张林坤，晨光儿童健康管理中心首席专家；孙小英，著名儿科专家，著有多部育儿方面的畅销书；石振云，儿童早教协会常务理事，在西瓜视频上有独家育儿视频，播放量超过1000万。好，知道了。那你赶紧去找他们谈一下，主要针对我们总结出来这3点：一，奶粉中雌激素含量的国际标准；二，奶粉中雌激素的来源；三，内源性雌激素和外源性雌激素的差别。好，我会让他们在私人社交平台上发布，而且我会控制好发布的时间，尽量消除公开痕迹。这肯定被小丽是老板包养了，拍这种丧良心的广告。这个女的在什么地方？大家人肉她。太缺德了！你让你们全家的小孩子都喝这个奶粉吧？祝你的小孩喝了都得性早熟。你还有没有良心啊？这种绝后的广告都接，你去死吧！帮你呀，帮你！帮无良商人一起赚黑心钱，你还是人吗？韩阳亨。宝贝，怎么了？性早熟吗？哎，你看，拍了个广告，
被他们骂成这样。这就是网络暴力。算了，宝贝，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你就当看不到啊。你女朋友被别人骂了，你怎么能是这个态度呢？我又不是瞎子，我怎么可能看不见呢？我不然能怎么样呢？人家骂你，你也不能骂回去啊。我为什么不能骂回去？我就要骂回去，我偏要骂回去，我就要骂他们，骂死他们！别说气话了。这样吧，你要是不开心，干脆这个广告我们别做了，钱退给他们。这是钱的问题吗？我好不容易才当上的这个代言人，你别忘了，你也是同意过的。现在说不干就不干了，我才不当缩头乌龟呢。Bonnie， 这样你就不讲道理了。小历史奶粉出了问题，网友们有权利发表他们的意见，他们针对的是小历史奶粉，不仅仅是针对你啊。好了好了，你别说了，你到底是哪一伙的 ？Bonnie。雌激素含量的检测报告和专家的观点发出去之后，反响还不错，有不少网友表示愿意相信专家说的话，也消除了对我们产品的质疑。哎，这 DL 的办事效率还是挺高的，不过还不能让他们放松，我算是领教了。网络舆论真的是瞬息万变。抒情说了，他们会24小时监控网络舆情。好。还有一个事儿，市场部在做代言人效果监控的时候，发现有不少网友在网上攻击邦尼，导致他不得不关闭了微博评论。这个事儿，我们要不要处理一下？好，我考虑一下。喂，你在哪儿呢？我逛街啊。要不要一起喝一杯？好。那一会儿我去接你。嗯，拜拜。你在这儿看什么呢？你说要喝一杯，是来这种地方喝啊？放心吧，我请你。用不着，我们 AA。这里的酒好多啊！这儿老板啊，是我朋友，他可以把所有喜欢的东西都变成奋斗的事业。喜欢红酒呢，就盖了个酒窖，然后成为红酒的代理商。请。另外啊，他还特别喜欢抽雪茄，就做了一个雪茄吧。还有就是他特别喜欢艺术品收藏，近10年来，他收藏那些字画，每一幅都称得上是上等佳品，那简直都可以自己开美术馆了。做想做的事可真好啊！哎，我们一会儿喝西拉怎么样？你拿主意就好。OK。很多人呢都喜欢赤霞珠或者黑皮诺，但是我呢就特别钟爱西拉，因为它既有着赤霞珠那种强劲的单宁和厚重的口感，也有黑皮诺那种雅致和丰富的果香。试试看。你在干嘛？品酒啊。好喝吗？你想听实话吗？当然。我喝不出来，除非是超市里20块钱一瓶的红酒，跟高档餐厅200、300一杯的，否则其他的我根本尝不出来有什么区别。每一次跟你聊天啊，都有新的惊喜。那可能是因为你身边的人实在没什么幽默感，要么就是像我这样的女人，你见的太少了。那你是什么样的女人啊？就是那种从一出生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只能拼了命的练就18般武艺的人呗。幽默感和强大的自我安慰能力也是其中之一。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其实，我以前做直播的时候吧，也不是没被人骂过，可我就当看不见呀。可这次不一样，小力士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广告，一个全新的开始。现在被人这么骂，真的挺难受的。对不起，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就是觉得自己特别倒霉。也不对，我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不会说话？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跟你说对不起，不是说我不想让你拍这个广告，而是我最近事情比较多，没有照顾到你这边的情况。我也没想到你会被卷进来，是我考虑不周。喂，达令姐，波尼有没有和你在一起啊？没有啊，怎么啦？你和邦尼又吵架了？拜托，以后你自己女朋友的事自己解决，别老打扰我们约会 ，OK？ 不好意思，打扰了。知错就得改。那么凶干嘛？亏的林可还是你。异父异母的亲兄弟是吗？我现在觉得他更像你弟弟。你现在对邦尼和他比对我还上心。哎呦喂，吃醋啦？你刚才还在那儿不停的打电话，你现在说我？我打电话那是因为工作，我是让安东去查一查清风徐来这个人到底是谁。这个人明摆着是冲着小力士来的，我不查清楚，我心里不踏实。反正你就特别有理由呗。那好，咱们俩说好了，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接电话打电话，好好约会。我知道，你现在要处理的事情肯定特别多。像我这种小事情根本就不值得一提。怎么会是小事儿啊？你是小力士的代言人，你受委屈，我责无旁贷。安迪，我考虑清楚了，明天让市场部拟个声明，针对部分网友对小力士的代言人邦尼小姐的网络暴力行为提出严正警告，同时保留追诉权利。针对无端造谣、损害邦尼小姐的形象跟名誉的个别事情，让法务团队即刻跟进，督促对方删除评论，并且道歉，否则就发律师函。这样可以吗？我长这么大，也是除了江嘉林以外，
踢个跑出头的人。让法务团队即刻跟进，督促对方删除评论，并且道歉，否则就发律师函。这样可以吗？我长这么大，也是除了江嘉林以外，踢个跑出头的人。替人出头这个事儿，我可能比江大林更在行。以后要是再有什么问题，你又多了一个可以商量的朋友。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 不哭了好吗？宝年，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让你高兴，听听你发发牢骚。以后要是再遇上什么困难，我都会竭尽全力的帮助你。随叫随到。宝年，不哭了好吗？听我说，不哭了好吗？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家。怎么了？我一看到披萨，我就想起我在国外留学那会儿，就老吃披萨。然后给我爸打一电话，我说：“爸，我吃不惯。”没几天，我爸就带了一大堆的什么辣酱啊、榨菜啊，好多好多好吃的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想你爸了吧？其实，我爸和我妈一直有联系。我妈说，前2天我爸打电话了，他找到杜少坤了。我现在特别害怕，杜少坤贪污了那么多的钱，万一我爸真的被拖下水了，可怎么办啊？别胡思乱想了。只要你爸是清白的，就没有人能冤枉得了他。嗯。小心。今天谢谢你啊，我现在心情好多了。我也一样。那你回去早点休息，什么都不要想，有我呢。
晚安。你先走吧。那个男的到底是谁？朋友。为什么关系？去哪了？你喝酒了？就跟刚刚那个男的？我跟谁喝酒，跟你有什么关系呀？我是你男朋友，我有权利管你，有权利知道你在哪，有权利知道你和谁喝酒。你哪来这么多权利？你现在知道你是我男朋友了，那么请问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除了那些不痛不痒的关系，你还做过什么呀，林肯？我怎么没做啊？你做过，你把我妈跟我弟弟接到上海来见世面来了，然后让我们大吵了一架。网上那些人在围攻辱骂我的时候，你就只会跟我说让我闭上眼睛，让我装作看不见，这就是你做的事情。这是男朋友应该做的吗？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啊，宝莉。我没想到你这么记仇，有话你可以说出来，你可以告诉我。我告诉你有用吗？你是可以去打那些人一顿，还是能给他们发律师函，让他们向我道歉？我给忘记了，你可是有律师执照的大律师啊！大律师，可你女朋友受委屈了，你都做了些什么呢？你不去打官司，你只会跟我说让我装作看不见，让我忍着。你冷静一下，我是在关心你，不懂吗？我不懂。对不起，林肯，我喝多了，你就当做我是在耍酒疯吧。真的太累了。
么早？什么事儿？魏总，清风徐来又发微博了，比较麻烦，你赶紧来。这是今天早上清风徐来微博公布的2份资料，一份是飞扬集团和那3位专家签订的长期服务合同，还有一份是小力士奶粉近2年来客服部接到顾客投诉的记录。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大家都认为这3位专家是小力士花钱雇来替我们说话的，是吗？是这样。这篇微博言之凿凿地说，小力士没有外源性雌激素，不代表雌激素就达标。还说一直有顾客投诉孩子喝了小力士奶粉导致性早熟。我看了顾客投诉记录，2年内有16起投诉是关于性早熟的，投诉比重占2.3%。对于那些妈妈们来说，就算只有1%，也足够让他们睡不着觉。这个清风徐来非常了解大众的心理，他的前2篇微博用的都是耸人听闻和煽动性极强的字眼，而这一篇措辞平和，但摆出来的都是实打实的证据。看来我们遇到对手了。你怀疑这个人早有预谋？不然怎么解释他为什么一直针对小力士？还有，你们不觉得奇怪吗？这些都是飞扬内部的资料，是怎么泄露出来的？有内鬼。我查过清风徐来的 IP 地址，都在公共场合，没有任何线索。那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控制住这条微博的扩散。老大，恐怕已经控制不住了，快来看，江总。任何奶粉中如果添加了外源性雌激素，不只是质检不合格的问题，而是触犯了食品安全法。如果说奶粉中没有检测出外源性雌激素，就认定产品没有问题。得出这样结论的人，我实在不好说他到底是不够专业，还是另有目的。雌激素是导致儿童性早熟的罪魁祸首，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对于还在哺乳期的婴幼儿来说，奶粉则是雌激素最主要的来源。这也是为什么国际上对于奶粉中雌激素的含量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Robert，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奶粉没有任何问题，都是经过检验合格的，绝对不会导致性早熟。You should blame you on. Sexual precocity is not our issue. People is ignorant. You should educate them. We spend millions of dollars in marketing and now it's all gone. 对不起。Sorry, I don't want to hear that. I want to see you action from now. 薛总，这已经是 Robert 第2次打电话询问小律师的进展，我怕再这样下去，总部那边会出什么问题。我当然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薛总，舒总，你来的正好。现在 DL 什么策略呀？你知不知道我的电话从早上到现在就没有停过？纽约总部、各大媒体、各大区的销售总监都在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们江总已经和魏哲在商量对策了。我来是因为有一件事情需要和您沟通。还要沟通什么呀？这次泄露的合同和投诉记录都是飞扬内部的资料。我希望在我们集中精力应对这次突发事件的同时，飞扬可以尽快地查出这些资料到底是怎么泄露的。老哥，我跟你说啊，我强烈不服，就服你，就用这么一条长微博，就把飞扬搞得兵荒马乱的。那些记者现在都堵到公司门口了，那血雨连面都不敢弄。说到底啊，还多亏你给了我那几份合同和投诉记录。来，放心啊，这个事儿我肯定会跟严肃说清楚，不抢你的功劳。哎，我是那么斤斤计较的人吗？我就一跑腿的，你是下棋的，我懂。凯哥，我们是不是可以很快就去人事公关了？想什么呢你啊？早着呢，就这程度，袁素肯定不满意。他要的是小力士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凯哥，说真的，我这2天
心里不是很舒服。从小我妈就跟我说，做什么都行，但是不能害人。公司虽说降了我的职，但也不算害我。你说我干这事儿吧，总觉得后悔了是吗？没有。我真没想到你思想怎么这么狭隘啊！咱们最重要的事还没开始呢，你就打退堂鼓了是吗？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找你了。哎，别，凯哥，我就随便说说。凤阳，你要想清楚，你做这些到底是为了谁？你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以后能做一个体体面面的上海人。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吗？没错，你说的很对。我现在就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如果说你跟不上我的节奏，你有一丝犹豫的话，你趁早下车，我不会拦着你，你也别耽误我。别，凯哥，我真的就随便说说，你别往心里去。嗨，你说我一吃汉堡的，去可怜人家吃牛排的，我这不有病吗？你说吧，咱们怎么干？那就要看魏哲他接下来怎么干。目前为止，已经有7个所谓的育儿专家和营养大 V 公开声讨小力士。另外，母婴论坛上已经有人发帖在收集签名，准备集体向小力士讨个说法。我知道了。抒情说轩逸极了，小力士的网站遭到了网友的攻击，很多门面店、商场都向公司施压，说随时产品要下架，让我们赶紧想办法。我仔细想过了。不管这个清风徐来是谁，他很显然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不然不可能每次都打中我们的七寸。现在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无论小丽是再拿出更多的证据，我想大众都不会再相信。所以，我们现在急需要一位在大众心里有绝对权威性和公信力的人出来帮我们拨乱反正。我有一个人选。范明博，儿童医院前院长，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他是我国儿童生长发育学科知名的专家。比起那些自封的育儿专家，他才是真正的权威。更重要的是，2年前他曾经公开抨击过小力士奶粉的广告宣传语，认为有暗示奶粉比母乳更有营养的嫌疑，导致了小力士奶粉临时撤换了广告。这个人选好。我觉得单让他出来说2句话，或者发个微博什么的还不够。既然我们要做，就往大里做。我准备去找一下王楚，他现在正在做一档有关育儿的网络节目。如果这个范明博答应当节目的嘉宾，通过节目跟大众讲清楚什么是儿童性早熟的成因，做一次科普，替小力士洗白，这是最理想的。你打算找王楚啊？对啊。我觉得这个范明博一看就不好接触，你能力这么强，你去找他沟通。王楚那边，我去更合适，女的对女的方便一点嘛。好啊，你是总裁，你说了算。笑什么？您好，请问您是范明博范教授吗？你是？我是 DL 传播的高级副总裁，我叫魏哲，这是我的名片。你找我有事吗？不知道您方不方便？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稍微聊2句。不方便，我马上就要上课了，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啊，那好。这几天有一则关于小力士奶粉导致儿童性早熟的谣言，不知道您看到了没有？我看到了。是这样，我来找您呢，是想邀请您跟大众解释一下，
关于奶粉中雌激素的来源，以及它是不是真的会导致儿童性早熟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希望，同时让我帮忙澄清一下，说这件事情和小力士奶粉没有关系，是吗？差不多。差远了。我是一个独立的学者，即便我现在不做医生了，但是我所发表的言论都是我多年临床经验的总结，不可能你们让我说什么就说什么。哦，范教授，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我很忙，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范教授，一个学者难道只要写几本书传播一下知识就够了吗？难道您忘了您还承担着社会责任吗？社会责任？据我了解，你们这个职业就是专门用谎言在维护企业形象的。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社会责任？范教授，您这么说，我觉得有些过于偏激了。我们的工作的确是在维护企业的形象，但是我们一定是站在事实的基础上才开展工作的。我们工作的领域不一样，但是我相信我们都承担着各自相应的社会责任。您还记得7年前您为医科大学编写的教材吗？前言里面有几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您在书里是这么说的：在30多年的临床治疗中，我深刻地意识到，普及婴幼儿疾病的相关知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是我们这些医生和学者的社会责任。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您看，现在网上就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育儿知识，绝大部分的家长没有办法去分辨真假。就像这次小力士奶粉导致性早熟的事件，都是那些所谓的专家还有大 V 们不负责任的在宣扬，导致了普通人的偏听偏信，一片混乱。如果再这样下去，受打击的绝对不只是小力士这个品牌，还有中国的奶粉行业，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这些孩子们和教师。如果在这个时候，你们这些专家和学者还不愿意站出来说话，那大众怎么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才是他们真正正确的选择呢？我们真的只是希望你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跟大众普及一下正确的相关知识。小力士3个字您都不用提，我真的希望您再认真地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为了这些家长和孩子。非常好，继续盯着位置，注意啊，你们俩换着盯，千万别被发现。喂，凯哥，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DR 下一步要怎么做？暂时还没有。说这事以后不需要我们市场部继续跟进了，全权交给 DR。而且后面说不需要跟我们沟通了。凯哥，你说这事儿，公司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我估计是起了疑心，但你别担心，我觉得应该不会这么快查到你的头上。但是咱们确实得快点了。
我知道。我刚才好像听到安迪和我们总监聊了一嘴，说第二下面要申请一笔资金，专门处理这次事件，数目还不小。我本来想听得仔细一点，但是怕他们发现我，就听他们提到一个叫王楚的人，好像就是那个挺有名的主持人。行，我知道了，你自己小心。王楚，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范明博范教授，这位是主持人王楚。范教授您好。你好，你好。久闻大名，能请您来做嘉宾是我们栏目的荣幸。不来不行啊，就是他给我扣了大帽子，说我作为专家和学者不站出来说话，就是不负责任，没有社会的良心啊。你说我敢不来吗？小吴，请范教授去休息一下，一会儿化个妆。范教授这边请。还要化妆啊？哲哥，哲哥，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你是不是有点不够意思啊？我又怎么了？外滩告白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事先让我知道啊？咱们可以谈个合作啊！下次再有这种事儿，一定给我独家授权，我要直播。你省省吧，没下次了。怎么着？认定就他啦？就他。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同时我代表DR传播还有飞扬集团向你表示感谢。你女朋友江达林已经跟我谈清楚了。进去吧。这样给你打电话呢，我想问你今天晚上。Stella， 我爸走了。今天听了范教授的讲座，我特别的有感触。很多时候，我们仅凭经验或者道听途说未必可靠，正确育儿还是要相信科学。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范教授再把儿童性早熟的成因以及如何选择一款好奶粉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就像今天大家节目里看到的一样，导致儿童性早熟的原因是多样的，饮食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奶粉中内源性雌激素的含量往往比母乳还低，所以说喝奶粉导致儿童性早熟，从本质上就是一个伪命题。至于如何选择一款好奶粉，很简单，请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经过食药监部门检验的产品。我希望各位家长不要随意的听信那些不负责任的网络传言，一旦发现孩子有性早熟的迹象，
一定要及时就医，才不会耽误治疗。感谢范教授的详细介绍，让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他。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一会儿我请你吃饭啊。范教授辛苦了，来这边请。您刚才讲的实在是太棒了，那还不是被你逼的。不过，如果通过这种形式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儿童性早熟的真正原因，从而得到有效的防治，这个科普还是很值得的。是，但是范教授得做好心理准备，还有4期节目得辛苦您。这辛苦倒是没什么，不过我担心你们的节目没人看，毕竟这不是什么轻松的话题。做节目呢，有人看固然重要，但是责任才是最重要的。知道你吃不下东西，但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垫吧点儿。来，我赶来的时候，医生告诉我，爸爸2个小时之前人就没了。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医院的手续我都办完了，殡仪馆也联系好了，火化的时间你和老家亲戚们商量好了，告诉我。二叔给我打电话，说他后天到。其实这一天，我早就想过，我爸他再也不用插着那些管子受罪了。你说我爸知道我这么想，他会不会怪我？当然不会，我一直记得当时你为爸爸讨说法时候的样子。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你这么想，你是因为爱爸爸。他要是知道了，只会欣慰的。你们这次干得真的不错，短短的3天之内就完成了节目的录制到播出，这让我刮目相看。我说过我们会尽力的。但是薛总，根据我们的分析，这次一连串的针对小粒式奶粉的攻击事件，应该是有预谋的。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放松警惕。同时，我们这边也希望飞扬能够尽快的查出这些资料到底是怎么泄露的。上次泄露的2份材料，一份是市场部的，一份是客服部的。市场部的那份，说实话有点难查，因为一份合同从法务部到财务部再到市场部，兜兜转转经手了大概20几个人，确实是难找到头绪。但是客服部的那份投诉记录是有迹可查的。谢谢凯哥，谢谢凯哥。这个钱呢，就当奖金，先拿去花。你们放心，只要跟我好好干，钱少不了你们。小粒式奶粉的客服部有85个人，分成3个小组，24小时轮流接待客户的咨询和投诉。每一个投诉都会以录音的形式记录在案，然后再有3个小组的组长进行等级的划分。
普通级的投诉记录一般在3个月之后就会自动清除，而包括性早熟在内的比较严重的投诉记录，都会被专门存储到后台，以便随时跟踪反馈。3个小组的组长有权进入后台，随时调取记录。他们的客户总监应该有这个权利吧？他3个月前离职，目前这个位置是空缺。也就是说，泄露消息的人，应该就是这3个组长其中的一个。可以这么推断。那你看要不要让飞扬展开调查？千万别打草惊蛇，咱们自己查。就像今天大家节目里看到的一样，导致儿童性早熟的原因是多样的，饮食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奶粉中内源性雌激素的含量往往比母乳还低。这100万都已经花进去了，专家也买了，水军也雇了。孔阳这一出手就是20万，结果呢，人家1期节目就搞定，你让我跟智慧星怎么去解释？您看看这个，您就知道这100万花在哪儿了。你真是太有才了，这怎么搞到的？这个你就不用管了，只要这个视频一发出去，大家都会相信小丽是用钱收买了王楚和范冰波，欺骗大众。这次他们就再也翻不了身了。太好了，你需要多少钱尽管说，这个视频一定要让它火起来。先别着急啊，再等等，等这个节目的热度再高一点，越多人看这个节目，到时候就越多人恨他们。你还真是天生干公关的材料。至于如何购买一款好的奶粉，很简单，下班喽。你看来看，范教授果然是不一样。你说同样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就是有理有据，让人信服。那大家都得转哎。什么叫做权威啊？这就叫做权威。咱们不做功课狂啊，听话，把电脑关了，跟我回家吧。哎，我们去看电影吧。听你的。那我看看有什么。你愿意看爱情的，还是愿意看喜剧啊？惊悚的。今晚8点，万豪酒店1818，本小姐婚前最后一次单身派对，不来绝交。裴玉终于要结婚了，你说我去吗？算了，跟他说我晚上有事儿，咱们俩看电影去。去吧，人家刚才都说了，不来绝交。而且呢，乐观的估计，裴瑜这辈子也就结这么1次婚，弄不好这就是最后一次单身 party 了。你不去多扫兴啊！咱俩一起去吧。都说了是单身 party， 我们俩一起去，这算什么呀？对对对。放心吧，我没有那么小心眼儿。那我就